大家好，去年的缅北菠菜 ZP 的话题在各个平台流行，在今年，随着缅北的4大家族也被干掉，虽然大快人心，爽歪歪，但是犯罪是永远都存在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你比如讲，去年9月6日，缅甸执法部门大开抓捕大会，把一帮涉及诈骗的嫌疑人送到了中国。一波接一波的行动，给那些犯罪分子来了个不小的震慑。随后，就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了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放了好几次提醒，劝告中国公民千万别跑到阿联酋搞电信诈骗。看来这个警告是有来头的。还有报道说，缅甸的电诈大本营 KK 园区打算迁到迪拜，好像是迪拜的电诈园区数量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故事开始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有个在迪拜生活过的老铁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迪拜的电诈园区是越来越多。去年11月，有个四川小伙，听了朋友的高薪诱惑，一个人跑去迪拜，结果被关在电诈园区，遭受体罚，被逼着搞电信诈骗。好在最后在公安的帮助下，家属交了 2.4 万元的赎金，才成功脱身。这可不是个例。去年在上海审理了一伙在迪拜搞诈骗的团伙案，他们从2019年开始在迪拜搞电信网络诈骗，还专门从国内招聘人才，拉帮结伙在迪拜搞菠菜。听说有21名被告，其中有很多就是通过人际关系介绍进去的，所以讲交朋友一定要小心哦，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中国驻迪拜使领馆时不时就接到中国公民的求助，说是被骗来，以为是来迪拜做高薪工作，结果被迫搞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护照被扣，行动受限，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5月20日，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也再次发出提醒，劝告中国公民别再轻信那些招聘广告，否则就有可能被卷进违法犯罪活动的漩涡。总之，兄弟姐妹们，远离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别为了一时的高薪而陷入困境啊！听起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了。6月19日，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又出手了，这次是提醒大家要小心，因为有些不法分子竟然假冒使领馆的名义来搞电信诈骗，真是招数高啊！看到中国报6月11日的报道，说 KK 园区计划搬迁到迪拜，这是不是下一个缅北啊？是的，迪拜目前也有境外诈骗，而且数量还不少。一个老司机毛先生告诉我们，迪拜的华人圈私下里管这帮家伙叫菠菜，这个菠菜群体还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很灵活。迪拜的知名菠菜园区居然有 Deep 和硅谷 Silicon Oasis， 还有拉斯海马酋长国的凤凰园区等，听起来都挺高级的。据了解，大多数这些园区都在郊区，有的可能就是租了一栋别墅，听着就让人毛骨悚然。毛先生和另一个朋友杜先生说起了柬埔寨818事件，似乎是个转折点。等等，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个818事件。西港还有另一重面貌。西港全称西哈努克港 Sihanoukville， 曾是海内外小众客喜爱的海滩旅游胜地，也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镇之一，柬埔寨政府重点发展的城市。2013年以来，大批中资涌入，带动了西港市的蜕变。除了在当地开发经济特区，柬埔寨宽松的金融政策和赌博业的合法化也吸引许多中国投资商到西港开设赌场，菠菜业蓬勃发展，
西港摇身变成东南亚的澳门。在菠菜业最鼎盛时期，有近100家赌场运营，俨然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赌城。但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犯罪问题，也让这座城市的发展处于风口浪尖。有关中国人涉及谋杀、绑架、诈骗等严重罪案层出不穷，而受害者往往又都是中国人。为了整治公共秩序与安全，柬埔寨政府在2019年8月18日颁发了禁赌令，查封所有违法网赌活动。818禁令成了西港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合法网赌时代宣告结束，菠菜业一夜间从辉煌跌落谷底。菠菜们在2019年左右开始涌入阿联酋，2020年至2022年逐渐占领迪拜的电诈行业经历了3个阶段，从2021年到2022年初是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大家都不敢明目张胆。后来2022年下半年就办公开了，但最近风声紧了，好像又都躲了起来。杜先生分享了自己的见闻，说自2021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不会英语的非迪拜本地人找他当司机兼导游，还有提出要买30台手机、50台电脑之类的奇怪要求，大家也心知肚明他要搞什么。菠菜圈内部有个鄙视链，搞杀猪盘的在末端，而做网赌的则比较高级，做电信诈骗的在终端。听着就像是一出犯罪剧情，真是防不胜防啊。听说这位兄弟曾经亲身经历了菠菜园区的一些事，真是让人唏嘘。他在迪拜本地做生活服务类业务，机缘巧合进了某个园区张贴广告的行列。这园区可不得了，几栋写字楼，大厅的进出口都设有闸机，而菠菜公司的老板、主管们手里可都有门禁卡，直接通行，连保安都不敢多问。可是对于一般员工，没有门禁卡，就别想轻松出去，人身自由都被限制了。听说那里内部设施齐全，基本上是个封闭的小社会，自给自足。不过，兄弟描述说，迪拜的电诈园区和缅北还是有些区别的。阿联酋的社会法治相对健全，政府和警察比起缅北来说算是正经，虽然有一些恶性事件，但没那么嚣张，至少不像孤注一掷里那样乱来。要是想躲过被骗入电诈园区的厄运，兄弟给了点建议。首先，国内的朋友们在网上找迪拜的工作一定要小心，别轻易相信高薪工作的诱惑。还有那些所谓的网络公司、科技公司、游戏公司、区块链公司，名字怪怪的就更要当心了。还有些招聘人员会留下在电报上的联系方式，这是菠菜圈内最流行的通讯软件，一定要保持警惕。总之，大家一定要小心，远离这些风险。就像这位兄弟说的，迪拜的电诈园区虽然不像缅北那么狂野，但也别掉以轻心，以防被卷进这场看似光鲜背后的泥潭。不管是出国旅游、就业还是干什么，一样多加小心啊。尤其是中国人，往往都是自己人坑害自己人，开心心的出去，开开心心的回来。出国了还是做一个陌生的老乡吧，哈哈哈。今天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再会。